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云飞。上次我不是分享了小米10 Pro 对比我的小米14，小米10 Pro 用的是谷歌相机，当时打的他们是有来有回啊，14也并没有对10 Pro 的谷歌相机有碾压性的优势。然后大家就有一个问题，如果是小米14加上谷歌相机，那是不是这个画质啊、什么氛围都爆炸呢？它的提升会不会也很大呢？所以我们今天来一探究竟。今天我就使用小米14的原相机和谷歌相机一起来拍摄一些照片，来看看它们之间提升有多大，或者说它们之间有没有提升。那我们开始。我们先来看这张山水的，就我们在视频里面看的话，谷歌徕卡的色调明显是比小米14原相机它会更浓厚一点的，就是说它这个黑色暗色它压的比较重，然后亮色也是提的比较亮。我们可以放大来看一下它们的细节的一个表现，因为它对比度比较高一点嘛，所以它的画面会显得更透一点点。我们再接着来看这张芦苇的，这张照片和上一张照片也是一样的这个对比啊。小米14徕卡的色调已经比较足了，但是小米14谷歌徕卡它又在这个基础上琢磨更多。但是放大来对比的话，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谷歌徕卡的会柔和的很多，以至于我们觉得它可能并没有对上焦啊。这是它一个大家应该注意的点，但谷歌徕卡它依然会有一些问题，就比如说这张，它的这个天空色彩很好，暗色也是绿色这边压的比较多一点。但是我们对比小米14它拍摄的这个样片会发现，它的这个黄色它是还原的不太自然的，它是有一点偏洋红的色调。我们再来看这张夕阳的照片，在这张照片里面，其实我发现，小米4它反而是压的比较重的那一个，然后它拍摄的这个铁网，它会有更多的对比度在里面。如果我们放大，它会显得更加的清晰，而且背景过渡的会比较柔和。而谷歌徕卡它拍摄的背景，它是很奇怪的，它有这种可以说是噪点，也可以说是它拼接拼的不是那么好，所以在这一块，小米14它是比较顶的。所以在这张照片里面，小米14是可以把谷歌相机拉开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。而在这张场景里面，小米14的原相机和谷歌相机徕卡模式，它拍摄出来的这个感觉差异是比较大的。而且我们放大可以看到，小米14的谷歌相机好像是确实有点暴打小米14的意思。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张，在这张照片里面，小米14的谷歌相机表现出了比较浓郁的色彩风格倾向，特别是这个蓝天，还有放大之后我们可以看到，不仅是清晰度，这个色调上它也会有一些不同，蓝天更蓝了，然后这个黄色变得有一点点偏洋红的这个感觉。而在这张照片里面，小米14原相机表现出了非常准确的白平衡，而谷歌相机它还是那种偏红的、偏暖的、偏绿的这种色调。就在这张照片里面，小米14会在色调上是比较讨喜的。而在接下来这张岸边树和水的这张照片里面，我们可以发现谷歌相机通过 HDR 多帧合成，它可以把树在这个背光面的这个颜色准确的还原出来，并且呈现出了比较好的这种观感。这是确实是比14好上太多了。而这张照片它们之间的差异更多的是体现在色调上的一个区别。小米14会更加偏向于我们人眼看到的一个颜色，而谷歌相机它会稍微的偏调色一点，因为它多帧合成，它是把天空调得更蓝了一点，然后把树调得更稍微偏离了一点点真实。而在这张树，谷歌相机它是呈现出了当时的一个观感。
这就是我说的小米14和小米13 Ultra 它那个氛围感的一个差距。在这张里面，小米4它是比较好的把当时的一个氛围感给表现出来了，它把当时的这种阳光感啊，然后这种光影感，还有这个背后的这个湖水，它都比较好的呈现了出来。而小米14它是确实是差了点意思啊。我们放大也可以看到它们的一个区别，颜色上的一个区别。我拍摄了一朵淡紫色的小花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感觉，你会更喜欢哪一个呢？就谷歌徕卡它还是比较偏向于把这个重色压到最暗，就是压到纯黑的那种感觉啊。而小米14的原装徕卡它就是比较柔和的那种质感。我们可以放大看一下它们的区别，真实的颜色是更加偏向于14原相机的这种淡淡的紫色。同样的，在这个木桩的这一张照片也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啊。草地上的这个草是明显不可能有这么绿的，是偏向于原相机的那种感觉。而谷歌徕卡不光是这个绿色的小草，还有这个木桩上面的这个红色，它也是调的比较鲜艳。天上的这个蓝色，还有这个树木，它都有一定的倾向。然后我们放大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，谷歌徕卡依然是会更柔和一点点，而14的原相机在这么近的一个距离下，它是会有一点点偏锐化的那个感觉，但是你不放大来看是细不可察的啊。这张路牌你会喜欢哪一个感觉呢？14它这个颜色就偏向于真实世界的这个颜色啊，就是它这个白平衡它会比较的准确，而谷歌它这个白平衡就明显的会偏暖一点点。然后这个蓝色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颜色也是有一点点变化，这个蓝色会更加讨喜一点。还有背面这个玻璃上面的这个反光，还有那个挡板的颜色，它都有一定的这个变化了啊。然后我们放大可以看到，其实在这一块上面就有字体的这一块上，小米14它原相机拍摄出来的这个字体会更清晰，而谷歌相机它依然是这种柔和一点的这种感觉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继续的看一看这个树木的差别，我就不展开来讲，大家可以来对比一下，看一下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它们之间色调上面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区别啊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后期的云飞。大家反映的一个问题是，自己使用了谷歌相机，然后和小米14的原相机做对比，发现好像并没有什么区别，而反而为什么我这里它会有那么一些细微的差别，或者说比较明显的差别呢？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使用原相机拍摄的时候是开启了这个 HDR 的，然后现在的小米相册它是一般都是开启了这个超动态显示，以 HDR 高动态范围呈现出更多的暗部细节，使得画面更加真实。因为它这个功能确实，你拍摄的照片会非常接近现实你肉眼看到的那个感觉，所以我一般都是建议大家现在拍摄都是开启 HDR， 然后这个超动态显示也是开启的，所以就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？就是我们小米14拍摄的照片和谷歌相机照片对比，如果是在这个状态下去对比的话，它是可以显现出一个非常接近的这个效果。就比如说这个，我看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小米14的谷歌相机，然后这个是它的原相机，你看它其实是非常接近的感觉，甚至我们可以看到，因为开启了 HDR 超动态显示，它的这个动态范围是有明显的增强，而不像是界面里面就是我们手机屏幕上看到的那个感觉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而且我自己一开始也没有反应过来，所以下面的一段内容我是直接在现场拍的，我也是直接在手机上面预览的，所以我当时并没有反应过来它们之间的实际差别是有的，并没有我以下说的那么差距那么小啊，所以大家可以先注意一下。那我们接着看，我们看了刚才14和谷歌相机拍摄的一些对比，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日常拍照的一个差别已经非常小了，只能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，而且14的徕卡柔和它更加偏向于两个
原生的徕卡生动和经典的一个缝合，它会根据不同的场景，它匹配不同的这一个环境，从而得出不一样的这个调色。我觉得，如果是只使用谷歌相机普通的一个兼容库，其实是没有太大必要的，因为无论是质量还是色调，没有太大的提升。虽然说它这个拍摄时间变短了，但是你这样折腾一下，得到的效果提升没有从10 Pro 到谷歌相机那么巨大。但是我们接下来可以来看一些我使用谷歌相机加胶片库，然后再加徕卡配置它拍摄的一些样片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谷歌相机拍摄出一些风格化的样片，从而达到和原相机拉开一个比较大的差距，或者说拉开一个比较大的风格差异的一个手法。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一对比，是不是这个味儿马上就上来呢？谷歌相机的这个胶片库，它是有着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啊。首先，它的暗部它不会有纯黑的状态，它都是偏那种负偏的感觉啊。它就是会把画面的最暗处往上再拉伸一些，然后在这种风格上，我们称之为胶片风格。我们可以放大看一下它这个暗部的这个感觉。我想大家应该会比较喜欢这种风格。我们接着看下一张，特别是现在这个暗面加上这个背后的这个蓝色的天空，这个味儿真的是绝了。反正我个人来说，我是会比较喜欢这一类的感觉啊。但是从这张照片，其实你可以看到，它亮部的一个过渡，它是过渡的不均匀的，因为它是多帧合成的嘛。你看天空的这个过渡，而小米14原相机它这个过渡就非常柔和，特别是在小米14的手机相册上面查看，因为它是可以开启高动态显示嘛，所以它这个最亮处到暗处的一个过渡会非常的贴近现实啊。但是胶片库它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缺点，就是它不一定能还原出原色的一个状态，就是现场环境嘛，它是完全偏离另一个方向了嘛。大家从这个是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得出来，特别放大之后，我们看这个罗马柱，它是整一个直接偏蓝绿的一个感觉，而原始的罗马柱的话，它就是这种灰灰的感觉啊。然后它表现阳光也是可以表现的，这种光影感也是可以表现的非常有年代感。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下门上的那个阳光，我个人是很喜欢这种感觉啊。如果大家喜欢这种感觉，我可以再教大家怎么弄。不过之前看过我教程的，应该非常简单就可以搞起来啊。然后看这个建筑的过渡，然后大家直接看它们的一个对比吧。不过谷歌相机在拍人这一方面一向是没有什么天赋的啊，就是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这个感觉。大家看下来觉得小米14有没有必要去弄谷歌相机呢？评论区或者说弹幕给出你的答案没？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内容解答了你的疑惑，那么请一定点赞、收藏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